1656年，萨尔茨堡成为宗教公国的首府，由大主教统治。在他们眼中，政治与建筑艺术本就密不可分，这份理念也被刻进了石头里。象征权力的堡垒，演绎信仰的教堂，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浑然一体的风貌。奥地利是一座层层叠叠的宝藏国度，既有高陶恩山区的壮阔，也有多瑙河谷的柔美。冰川融水与巴洛克穹顶相应，古老城墙与连片葡萄园相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了6个世纪的土地吧。维也纳在12世纪成为巴本堡王朝的都城，后来又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圣斯蒂芬大教堂南塔高136米，从14世纪起就是维也纳的城市地标。它是维也纳总教区的主教座堂，也是中欧最重要的哥特式建筑之一。霍夫堡宫曾是哈布斯堡家族600多年的皇宫，如今这里藏着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和西班牙皇家马术学校。美泉宫是昔日的夏宫，1796年建成，如今的模样1996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维也纳老城区也在2001年获评世界遗产。维也纳国家歌剧院1869年落成，是世界顶级歌剧院之一。卡尔教堂是巴洛克建筑大师费舍尔·冯·埃尔拉赫的代表作，公元1739年建成。上美景宫由希尔德·布兰特建造，现在馆内藏着克里姆特的名画《吻》。普拉特游乐园的摩天轮建于1897年，刚建成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轮之一。多瑙河穿城而过，主河道、运河、新多瑙河并行，既是防洪屏障，也是市民的休闲胜地。克劳茨施泰因城堡位于维也纳以北约20公里的莱奥本多夫附近，坐落在一处高地上。这座古堡始建于12世纪，原本是多瑙河谷的防御要塞，30年战争中几乎被彻底摧毁，此后荒废了200多年。1879年起，约翰·内波穆克·威尔切克伯爵重新修建了这座城堡。他花了数十年，从全欧洲搜集古建筑构件、武器、家具和艺术品，拼凑成一座理想中的中世纪城堡，而非原样复建。塔楼、城墙、石拱、小教堂融为一体，融合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冬天的城堡被白雪和密林环绕，身后是平坦的葡萄酒之乡，田野与村庄错落有致。1993年，这里还成为3个火枪手的拍摄地。城堡内部的威尔切克藏品多达5300件，包括晚期哥特式祭坛、盔甲和古老手稿。瓦豪河谷沿多瑙河延伸约36公里，位于下奥地利州。从梅尔克到克雷姆斯之间，河流深切出一条狭窄险峻的山谷。多瑙河畔的岩石高地上坐落着梅尔克修道院，这是一座本笃会修道院，18世纪初按照巴洛克风格重建。天花板壁画与鎏金内饰是中欧巴洛克宗教艺术的巅峰之作。瓦豪河谷另一端，格特维克修道院矗立在多瑙河谷上方，顺流而下就是杜恩施泰因。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一座古堡废墟。1192年，英国国王理查一世曾被囚禁在这里数月。魏森基兴村保留着晚期哥特式防御教堂，是瓦豪地区保存最完好的葡萄酒小村。申比埃尔城堡直接建在河畔岩石上，陡峭山坡上的梯田已经被用来酿酒数百年。绿维特利纳和雷司令是这里的主打葡萄，梯田全靠干石墙支撑，既能调节温度，又能防止水土流失。2000年，这片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瓦豪梯田的干石墙总长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000公里。
杜恩施泰因位于多瑙河北岸，藏在瓦豪河谷里，地处梅尔克到克雷姆斯约30公里的河段上。这里只有几百位居民，却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杜恩施泰因奥古斯丁修道院建于1310年，18世纪被改造成巴洛克风格。蓝白色的塔楼是瓦豪最经典的地标之一，内部的石膏雕花、壁画和鎏金祭坛构成了完整的巴洛克美学。如今修道院不再作为宗教场所使用，但作为文化古迹对游客开放。小镇上方就是杜恩施泰因古堡废墟。1192年冬天，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被利奥波德公爵囚禁于此，直到缴纳巨额赎金才获释。站在古堡残墙上，多瑙河、葡萄园和群山尽收眼底。冬天废墟常被白雪覆盖。夏天则有游船穿行河谷。萨尔茨堡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萨尔察赫河把城市一分为二。河西的老城区1996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来源于盐。数百年的食盐贸易造就了这里的繁荣。霍亨萨尔茨堡要塞雄踞在老城上方的要塞山上，11世纪由格布哈德大主教下令修建，之后数百年不断扩建，是欧洲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堡之一。站在要塞山上，萨尔茨堡大教堂、方济各会教堂、圣彼得修道院一览无余。献给圣鲁伯特和圣维基利的大教堂，如今的模样始建于17世纪初，由沃尔夫·迪特里希大主教动工，后人续建完成。老城里的粮食胡同以铁艺行会招牌闻名，9号就是莫扎特1756年的出生地，现在是博物馆。萨尔察赫河对岸是米拉贝尔宫和巴洛克花园，建于17世纪初，马卡尔特人行桥连接着两岸。每到12月，大教堂广场就会摆满圣诞市集。霍亨萨尔茨堡可以乘坐缆车抵达，这条缆车从1892年运行至今。霍亨维芬城堡矗立在萨尔茨堡南部彭高地区的萨尔察赫河谷上方岩石锥上，11世纪由萨尔茨堡大主教格布哈德修建，作为边境要塞。它和霍亨、萨尔茨堡、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并称当地3大防御工事。城堡扼守着山谷唯一通道，数百年间都是战略要地，历经多次围攻与改建，曾被作为国家监狱、狩猎行宫。19世纪一度荒废，后来经过精心修复。城堡庭院里，钟楼和小教堂紧紧相邻，城墙上还保留着古老火炮。现在这里设有武器博物馆，还有猛禽表演。雄鹰、隼秃鹰在山谷上空翱翔，从山底小镇步行上山约25分钟，也可以乘坐电梯直达。格利灵瀑布位于萨尔茨堡州，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阿尔卑斯山边缘的茂密针叶林里。黑溪河分2级跌落，总落差约76米。瀑布脚下有一座木质水车，见证着这片地区曾经的水利利用历史。上山的步道沿着加固台阶和栈道紧贴岩壁，水雾能飘到铺满苔藓和蕨类的地面上。最上层瀑流来自岩石中的喀斯特泉水，直接从山里涌出，凌空飞落。融雪过后，水量最大，水雾能填满整个瀑坛。格利灵瀑布是萨尔茨堡州最高、水量最充沛的瀑布之一，被列为自然纪念物保护。高萨谷位于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
被达赫施泰因山脉的支脉环抱，前高萨湖如翡翠般碧绿，湖水来自达赫施泰因冰川融水，冬天湖面会结上厚厚的冰，岸边被大雪覆盖。高萨村散落分布在整个山谷里，老木屋点缀在牧场间，夏天牛群在这里吃草。福音派教区教堂建于1781年宽容法令颁布之后，那也是新教徒首次被允许修建教堂。哥特式教区教堂和山坡上的粉色十字架山教堂构成了山谷的标志性轮廓。山谷里常常升起雾气，包裹着屋顶和塔楼，再慢慢在山坡上消散。这里的天气变换极快，几小时内就能从晴空万里变作乌云密布。湖周围的岩石被风雨侵蚀成陡峭岩壁，针叶林一直长到树木生长线。1997年，整个达赫施泰因地区作为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莫古特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哈尔施塔特坐落在哈尔施塔特湖西岸，被湖水和陡峭的达赫施泰因山夹在中间，是萨尔茨卡莫古特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早在青铜时代，这里就开始开采石岩，石岩让哈尔施塔特富甲一方，甚至以它命名了一个考古学文化——哈尔施塔特文化。房屋沿着山坡密集排列，有些直接建在湖边木桩上，大多是16、17世纪的老建筑。镇中心的福音派基督教堂细长的塔楼是湖边最醒目的标志。集市广场上方的天主教圣母升天堂保留着15世纪的晚期哥特式翼状祭坛，旁边还有一座藏有600多个彩绘头骨的人骨屋。这一习俗源于墓地空间有限。小镇上方的盐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矿，有超过3000年的开采历史。矿道和开采区至今仍对游客开放。1997年，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冬天的清晨，房屋静静倒映在平静的湖面上，整个历史城区长度不过300米。达赫施泰因山位于施泰尔马克州和上奥地利州交界处，主峰海拔2995米，岩壁下方是拉姆绍村，这是一个高原村落，从中世纪就有人居住，草地、森林、散落的农舍构成的文化景观受到严格保护。冬天这里变成阿尔卑斯山最重要的越野滑雪区之一，雪道总长超200公里，还多次举办国际越野滑雪赛事。马拉雪橇在清理好的道路上穿梭，远离雪道的地方还有雪地徒步和宽胎自行车路线。夏天，标记好的步道穿过碎石坡、冰陡，直达冰川边缘。山顶区域有一座悬索桥，连接2座岩石峰，通往虚空的楼梯观景台，向外伸出14级台阶，悬空俯瞰深渊。山体深处是达赫施泰因巨冰洞，这套溶洞系统从1810年就有记录。天堂大厅里的冰雕造型会随季节变化生长或融化。2007年，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作为跨国文化景观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特劳恩基星坐落在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特劳恩湖西岸的小半岛上，小镇像一条窄窄的舌头伸进湖里，对岸是陡峭的特劳恩施泰因山。早在11世纪，本笃会修女就在这里建立了修道院，此后数百年间一直是当地的宗教与经济中心。特劳恩湖深达191米，是奥地利最深的湖泊，湖水清澈冰冷，水源来自哈尔施塔特湖流出的特劳恩河。埃尔拉科格尔山和周围的山峰围成一个盆地，把这里和阿尔卑斯山前山隔开。
特劳恩基星的墓地就在湖岸上方，夹在教堂和湖水之间。半岛边缘的树林山丘，约翰内斯山上有一座小礼拜堂，走环湖步道就能抵达。教区教堂由旧时修道院教堂改建而成，内部藏着一件珍宝——渔船讲道坛。这座17世纪末的巴洛克木艺讲道坛被做成渔船的样子，描绘了使徒彼得神迹捕鱼的场景，是上奥地利州最有名的巴洛克木雕作品之一。格蒙登位于特劳恩湖北岸，属于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这座小城的标志是奥特城堡，一座建在小岛上的水上城堡，通过木桥与岸边相连，最早在1190年左右被文献记载。岸边一整排老房子组成了埃斯普拉纳德湖滨大道，这里还停着吉斯拉号明轮船，1871年建造，是奥地利现存最古老的蒸汽船之一。特劳恩湖也是萨尔茨卡莫古特最深的湖，南侧1651米高的特劳恩施泰因山挡住视线，游艇码头和旁边的温泉公园连接着湖面与市中心。格蒙登还保留着奥地利少数仍在运行的有轨电车，连接火车站和市政厅广场，全长仅 2.3 公里，是欧洲最短的有轨电车线路之一。献给圣尼古拉的城市教区教堂，现存建筑建于15世纪，内部是晚期哥特式网状拱顶和巴洛克祭坛装饰。绿湖位于施泰尔马克州上部的特拉格斯圣卡塔琳娜地区，冬天它几乎只是霍赫施瓦布山脚下的一片浅洼地，可一到春天融雪，洼地就被融雪水填满，高矿物质让湖水呈现出浓郁的翠绿色。每年5到6月水量最大，湖水最深可达12米，秋天还能走的步道、长椅、草地全都被淹在水下，这时湖水能见度超过30米，是东阿尔卑斯山最清澈的水域之一。不过从2014年起，绿湖已禁止潜水，施泰尔马克州政府把它纳入自然保护区，保护脆弱的水下植被和泉眼系统。夏末水位下降，洼地又会逐渐变干，这种一年一枯一溶的循环，让绿湖成为阿尔卑斯山最奇特的季节性湖泊。格拉茨地处阿尔卑斯山和施泰尔丘陵地带的交界处，12世纪首次被文献记载，曾是哈布斯堡王朝内奥地利支系的驻地。城堡山是摩尔河畔的防御高地，守卫着城市不受外敌侵袭。这座要塞号称坚不可摧，直到1809年拿破仑时期才被部分拆毁。城堡山上的钟楼建于13世纪，有个特别之处，长针指小时，短针指分钟。主广场上矗立着19世纪建成的市政厅，从这里延伸出去的老城区199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献给圣埃吉迪乌斯的大教堂由腓特烈3世在15世纪修建，内部是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巴洛克祭坛和壁画。格拉茨城堡里有一座16世纪的双螺旋楼梯，2层通道互不干扰，是哥特式建筑技术的罕见珍品。老城外的埃根伯格宫是施泰尔马克州最重要的巴洛克宫殿，建筑设计暗藏宇宙寓意，365扇窗对应1年天数，24间宴会厅对应1天24小时。摩尔河上的摩尔岛是一座钢制玻璃漂浮平台，2003年起连接两岸。格拉茨人口约30万，是奥地利第2大城市。里格斯堡城堡坐落在东施泰尔马克州的玄武岩锥上，岩石高出周边丘陵约200米，早在青铜时代就有人居住。城堡首次文献记载于12世纪，17世纪卡塔琳娜·伊丽莎白·冯·加拉女男爵把它扩建成施泰尔马克州最坚固的要塞。
14座城门，6座吊桥，3公里长的城墙层层防护，奥斯曼战争期间从未被攻克。没有任何敌军能靠围攻拿下这座城堡。如今城堡里有2座博物馆，一座讲述城堡与主人的历史，另一座展示17世纪施泰尔马克州的猎巫审判史。一条斜行缆车连接山底小镇和城堡平台。玄武岩锥周围的葡萄园属于火山之地产区，名字来源于这片区域的死火山，而这座玄武岩锥本身也是施泰尔马克盆地保存最完好的火山馆之一。海利根布鲁特坐落在科恩顿州，海拔约1200米，位于大格洛克纳山脚下，全称大格洛克纳山路圣血镇，也是大格洛克纳高山公路的起点。这条公路1935年通车，穿过高山隘口通往萨尔茨堡。小镇的标志是圣文森斯朝圣教堂，哥特式尖塔高出屋顶，是东阿尔卑斯山出境率最高的景致之一。教堂15世纪完工，内部藏着沃尔夫冈·阿斯林格作坊制作的晚期哥特式异状祭坛，还有一个据信装有基督圣血的圣物盒，小镇也因此得名圣血。整个小镇都在高陶恩国家公园范围内，这里是阿尔卑斯山最大的保护区，周边山坡从高山草甸一直延伸到冰川峰顶。海利根布鲁特也是攀登大格洛克纳山的基地，这座山峰海拔3798米，是奥地利最高峰。高陶恩国家公园1981年成立，总面积约1860平方公里，横跨3个联邦州。大格洛克纳山海拔3798米，是奥地利最高峰，位于高陶恩国家公园内，地处东蒂罗尔与克恩顿州交界处。山脚下的帕斯特泽冰川是东阿尔卑斯山最长的冰川。大格洛克纳高山公路全长48公里，连接萨尔茨堡和克恩顿州，1935年通车，最高点在2504米的高山隘口。盘山公路穿过从高山草甸到冰川地带的不同植被带，每年仅5到10月开放通行。夏天路边牧场有羊群吃草，富舍尔湖、玛格丽策湖等绿松石色的高山湖藏在群山坳里。攀登主峰的常规路线会经过小格洛克纳山，最后一段需要在岩石地形攀爬，必须具备阿尔卑斯登山经验才能安全完成。海利根布鲁特附近还有少女跳瀑布，从岩壁直泻山谷。高陶恩国家公园拥有135平方公里冰川面积，是阿尔卑斯山最大保护区，1981年正式定为国家公园。因斯布鲁克坐落在因河河畔，北被石灰岩阿尔卑斯山环抱，南有图克斯阿尔卑斯山。12世纪起就是德意志与意大利之间的交通要道。布伦纳山口的险要地形守护着这座城市。13世纪，因斯布鲁克获得城市权，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时期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都城。公爵大街上的金色屋顶1450年左右建成，凸窗表面覆盖着2600多片镀金铜瓦，是皇帝观看广场比武和庆典的看台。北链山缆车几分钟就能把游客从市区送到2000多米的哈费勒卡尔峰。因斯布鲁克东南郊的阿姆布拉斯宫是斐迪南2世大公的文艺复兴夏宫，藏有欧洲最古老的艺术品和奇珍事。圣尼古拉教区教堂建于15世纪，18世纪被改造成巴洛克风格。不远处的圣雅各伯主教座堂，现存模样建于1717到1724年，内部悬挂着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圣母玛利亚施恩像。城南的维尔滕修道院是蒂罗尔州最古老的修道院之一，巴西利卡教堂是色彩浓烈的黄红色洛可可风格。
2003年，因斯布鲁克老城区作为历史中心被纳入文物保护。佩蒂绍坐落在阿亨湖西岸，阿亨湖是蒂罗尔州最大的湖泊，小镇三面被卡文德尔山环绕，隶属于阿亨湖畔埃本镇。冬天，特里斯滕谷是越野滑雪的起点，雪道直通临近自然保护区，岸边有定期游船码头，往返佩蒂绍和克洛本约赫山下的东岸。小镇房屋紧贴湖边，山上是教区教堂，夜晚灯光静静倒映在水面上，夏天帆船在群山映衬下飘荡。湖南端有阿亨湖齿轨铁路，蒸汽动力，1889年运行至今，连接湖泊与阴河谷地。岸边木栈道上摆放着沙滩椅，面朝开阔湖面。阿亨湖海拔约930米，长约9公里，西为卡文德尔山，东为罗凡山，是蒂罗尔州最大湖泊。西岸是佩蒂绍，北岸是阿亨基西，南岸是毛拉赫和阿亨湖畔埃本。湖水达到饮用水标准，极低泥沙和最深133米的深度让湖水呈现独特的绿松石色。布赫内尔瀑布紧邻湖东岸，和多条山溪一起为湖泊补水。风平浪静的夏天，周围山峰几乎完整倒映在水中。佩蒂绍到盖萨尔姆之间有一条西岸步道，只能步行或乘船抵达。盖萨尔姆也是奥地利少数仅靠步道或船只才能到达的运营高山牧场。湖上有定期游船往返各码头。因河谷地的盐巴赫占有阿亨湖齿轨铁路上山，这是欧洲最古老的仍在运行的蒸汽齿轨铁路。普兰湖海拔约1000米，位于蒂罗尔阿尔卑斯山，紧邻罗伊特镇，长近6公里，是蒂罗尔州第2大天然湖。一条窄运河把它和邻近的海特旺格湖相连，两片水域水脉相通，湖水格外清澈。夏天周围山峰静静倒映，冬天大雪覆盖岸边和环湖公路，水温即使在暖季也很低，是高海拔山地湖的典型特征。和很多阿尔卑斯湖不同，普兰湖没有密集航运和湖滨建筑，大部分湖岸只能步行或乘船到达，格外安静。湖水经阿尔西巴赫河流入莱西河，最终汇入多瑙河水系。霍赫奥斯塔维茨城堡矗立在克恩顿州索尔费尔德的160米高白云岩上，860年首次被文献记载，是奥地利最古老的要塞之一。1571年起，它就归克文许勒家族所有，世代管理至今。14座城堡城门守护着蜿蜒的上山之路，每座城门都有独立防御设施，落闸、射击孔、容闸口。这座城堡从未在战争中被攻克。16世纪，格奥尔格·克文许勒为抵御奥斯曼威胁，增建了城门。教堂内还保留着当时的壁画和徽章。上山之路穿过森林和开阔地，经过一道道石门抵达主城堡。这里有宫殿、小教堂和武器收藏。站在城堡上，索尔费尔德平原直到科恩顿阿尔卑斯山尽收眼底。它距离克拉根福东北约20公里，紧邻劳恩斯多夫联邦公路。兰茨克隆城堡坐落在克恩顿州菲拉赫附近的岩石锥上，11世纪首次文献记载，数百年间掌控着德拉瓦河谷与奥西亚河湖之间的重要商路。城堡多次易主，16世纪在克文许勒家族手中扩建，18世纪一场大火烧毁大部分建筑，此后成为废墟，但城墙和标志性塔楼保存至今。
站在城堡遗址上，奥西亚赫湖和周边奥西亚赫陶恩山脉一览无余。如今遗址免费开放，最有名的是猛禽保护站，每天都有雄鹰、秃鹰、猫头鹰的飞行表演。城堡所在的岩石锥，海拔约650米。克拉根福的迷你世界公园以1:25的比例展出150多座世界知名建筑模型。1959年开园，紧邻沃尔特湖，每座模型都尽量使用原材质复原。摩尔多瓦的索罗卡要塞、中国长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并列展出。婆罗浮屠是世界最大佛教建筑群，1991年入选世界遗产。一辆会冒烟的蒸汽小火车在轨道上穿行，经过埃菲尔铁塔、保加利亚精神中心、里拉修道院、维也纳摩天轮、自由女神像、伊斯坦布尔蓝色清真寺也挨在一起。马恩岛的伊莎贝拉夫人水车是世界现存最大水车。亚齐的拜图拉曼清真寺、新加坡来佛士酒店、OMV 石油平台让展品不止于经典名胜。雷茨的一座风车也在改建为公园，后岸可旋转风车模型复刻。德拉瓦河畔、斯皮塔尔火车站、维也纳新城军事学院、比利时蒂尔伦风车也收录了小众建筑。塞尔维亚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1986年入选世界遗产，整个园区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居心城堡是布尔根兰州最古老的城堡，1155年首次文献记载，雄踞在一座死火山锥上，俯瞰同名城市。冬日阳光下，城堡静静矗立在田野上，山脚下的鱼塘倒映着天空。数百年来，它都是抵御东方侵袭的边境要塞，虽多次被围，却从未被长期占领。土耳其战争结束后，它失去军事作用，归巴蒂亚尼家族所有，保留至今。内部设有展示南布尔根兰州历史的博物馆，城墙残垣和堡垒部分被植被覆盖，依旧能看出当年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堡下方是居心镇，约3700名居民坐落在南布尔根兰州的平坦原野上，火山锥高出周边平原约60米。福希滕施泰因城堡坐落在维也纳新城以南罗萨利亚山边缘的白云岩上，14世纪由马茨贝尔格伯爵修建，作为抵御东方入侵的边境要塞。1622年，城堡归埃斯特哈奇家族所有，保留至今。在尼古劳斯·埃斯特哈奇的主持下，中世纪城堡被扩建成一座巨型要塞堡垒，地下弹药库、深水井都是这一时期的工程，水井深达50多米，由奥斯曼战俘挖掘而成。庭院内晚期哥特式建筑与巴洛克扩建部分融为一体，拱廊划分立面，海神喷泉是庭院中心。内部藏有欧洲最重要的私人武器收藏之一，盔甲、冷兵器、军旗，记录了15到19世纪的战争历史。埃斯特哈奇宝库还藏有肖像、纺织品和皇室礼仪用品。这座城堡从未被攻克，无论是1683年奥斯曼围城，还是之后的库鲁茨战争，都未能将其拿下。最古老的主塔高约35米，在北布尔根兰州平原上远远就能看见。克里姆尔瀑布坐落于萨尔茨堡州，位于高陶恩国家公园西侧边缘，总落差380米，是奥地利落差最大的瀑布。克里姆尔河的水流分3级，从陡峭的岩壁直冲山谷，最上层约140米，中间100米，下层再落140米。每到夏天，高陶恩山区的融雪水奔涌而来，瀑布秒流量最高可达25立方米，水雾飞溅远超岩壁，把整片山林都浸润得湿漉漉的。
一条徒步道沿着3级瀑布直通顶端，全程约4公里，爬升400米。沿途还设有多个紧邻瀑流的观景台。到了冬天，部分水帘会冻成冰柱，但核心水流依旧奔腾不息。瀑布所在的高陶恩国家公园成立于1981年，面积超1800平方公里，是阿尔卑斯山最大的自然保护区。